满满鲜牛乳，一口须尽欢。本节目由高品质国韵鲜牛乳冰淇淋须尽欢独家冠名播出。全球正品美妆，随时中免日上。本节目由全球首席美丽官中免日上赞助播出。茶香果鲜，嘎嘎好喝。凤梨鸭屎香风味清茶新上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情报官毛鸡蛋。在刚刚结束的第2赛段，主理人完成了一次带队演出，那可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排名第1的是主理人赞多和 VS Girls， 排名第6的是郑秀妍主理人和 R&B。剩余厂牌经过了激烈的 battle， 争取到第2次厂牌配对的资格。6支限定厂牌终于以完全体的形态出现了，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第3赛段才是对他们真正的考验。在第3赛段，我们将设置大起舞，还魂熊熊燃烧，好美啊，好喜欢啊！精彩工整，齐到让人发指。Crew Battle 勇气和创意的碰撞。今天告诉大家 Battle 是怎么玩。VS Girls， 赞多，17588，那你们一起走吧。哇，太凶了！小作品情感与技术的输出，双人 Routine Battle 队员默契的极致考验，童曲 Cypher 强者的终极对决。每个项目都会根据排名或者胜负产生不同的积分，积分排名最末的主理人连同他的2支厂牌将一起淘汰。好吓人！满满鲜牛乳，一口须尽欢。本节目由高品质国韵鲜牛乳冰淇淋须尽欢独家冠名播出。全球正品美妆，随时中免日上。本节目由全球首席美丽官中免日上赞助播出。茶香果鲜，嘎嘎好喝。凤梨鸭屎香风味清茶新上市。欢迎来到由须尽欢冰淇淋独家冠名播出的《了不起舞社》第3赛段的比赛现场。这一场的比赛项目为6位主理人带领自己的限定厂牌，共同完成15人起舞作品。本场主题为“人生此刻须尽欢”，出自诗仙李白名句“人生得意须尽欢”。每个限定厂牌都选择一个词牌名作为大起舞的标题，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对这个标题进行阐释。首先有请6位主理人和他们的限定厂牌。大家好，我们是成为 Queen Bee 9452。我们是 SAO Feel。大家好，我们是1GVS， 走走走，走走走。大家好，我们是同学 R&B， 成为 VIP， 我们是 JRV。本场分数由5位专业技术评审从完成度、音乐表达、队形层次、技术难度、舞台表现5个维度现场打分。同时，现场的74位来自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联盟和全国各大媒体的观众评审投毛巾，满分574分。5位专业技术评审请注意，作品与本场主题“人生此刻须尽欢”的契合度将作为完成度得分的重要参考。为大家介绍本场5位专业技术评审：叶音、杨文涛、Rashka，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舞蹈系副教授苏鹏老师。所以这是一个流行文化和现当代文化跟古典文化的一个碰撞。我觉得既看创作的部分，也看表演的部分，而且这2个部分能够有机的结合。郑州歌舞剧院首席易星燕代表作《唐宫夜宴》。我认为就是第一，它能打动我，然后主题跟题材特别的鲜明，完成度也是非常的高的话，分数都不会低。国风舞台，你要最后拿出来的一个作品又有深度又有内涵，但是又能够落地接地气。I'm not so focused on the storyline. I'm more focused on the skills, the originality. I'm gonna watch, the highlight moment, something more explosive, something more amazing. 首先，5大项评分都是一个最理性的一个判断。起舞的时候，因为如果你涉及到故事，你的开头、结尾，你的合理性中间是否贯穿，你是
流动的故事的本身穿在一起，还是说很片面的，只是带到了故事当中的某些点，这些都是我们侧面的考量的一个标准。再来到整齐度啊或画面。本轮结束后，获得第1名的队伍将获得12分的积分，第2名10分，第3名8分，第4名6分，第5名4分，第6名2分。陪伴舞社2季的徐静欢冰淇淋取鲜牛乳之品质，融东方美学之灵感，也为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国韵新妙想。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个此刻都是最好的时刻。国韵高品质鲜牛乳冰淇淋徐静欢，祝大家在今天主题赛拿下好成绩。根据主理人们事先商定的出场顺序，首先出场的是。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由主理人带队的15人大起舞的比拼。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选择出场顺序。这个出场顺序呢，这次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各位主理人自己来安排，写下你们认为最合理的出场顺序。请主理人们在白板上写下你们认为比较合理的出场顺序。只要不是第一个就都行。第一个上场，谁都会压力非常的大。I feel like nobody wants to be 第一个。Actually, 3, 4, 5都可以 for me。完了，大差不差。问题不大。大差不差，问题不大。七上八下，不要再叽叽喳喳。叽叽喳喳。What was the next one？ 啊？七七八八，七七八八，七七八八，上上下下，这那。这是你现编的吗？啊，毕竟是一个擅长 rap 的我。毕竟是擅长 rap 的我。都 OK 了吗 ？OK 啦。接下来我们会逐一的让主理人大概说一下你们设定这个顺序的理由。杨丞琳主理人第一位。我第一个选的是赞多，我就觉得他得第一个出场。为什么？因为就是要炸场啊。好。然后第二个是选择我们自己，因为比较想说就是不想要拖到太后面。然后最后我选 Jessica， 所以感觉要有一个开头跟结尾的炸场，都想要有这样子的感觉。郑秀媛主任 ，OK first 也是 Santa， 也是，非常也是， 2票了，2票了， 2票了耶！完了，有点危险了。Because I feel Santa's always the best, so you can go first. Yes, master. And then I chose myself because it's another change. And then I chose you because you're hip hop and cute, and I think it will finish off the performance mood in a very 搞笑 and cute way.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还蛮贴心的，会去思考整个演唱会的感觉。这个很重要。所以高浩宇主任，你的想法是？这样弄得真的跟商量好似的，但是好像真的大家想到一块去了。很接近吗？我第一个是赞多。好的，我知道了。我这个很简单，我这个可能是一头一尾，我是有想过的。我是想让赞多老师第一个上，因为厉害嘛，想提前感受一下。好，厉害。然后我自己呢想要第6，因为这次我们这个可能会偏轻松愉快为主。然后我觉得最后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 happy ending。中间我是乱排的。李思丹妮主理人，其实我跟高哥的一样，一模一样啊。我是这么，第一个是 Santa。好的。因为昨天不是跟我的团员他们一起，然后就大家就是说，第一个想让赞多老师，大家都想要。好的。陈潇主理人，你的排序依据和想法？来自古人的排序。其实呢，我大差不差，因为我第一个也是赞多老师，咱们这么干，就真的，这个绝对会，哎呦，怎么会这样？
啊，明白明白。然后最后一个还是高瀚宇老师。中间的顺序有一点不一样。哎，我原本真的也把你摆最后哎。然后是杨丞琳老师。卡姐是第4，杨凯。好了，你绕完了没？好了，孙悟空，你冷静。好，最后是拿到5票第一的赞多老师。好的好的。我好奇的是你的。我是这样的，我是因为需要选择1、2、3、4、5、6，对吧？然后大家都我有一点不好意思选1啊或者6那种，有一些那种有感觉压力啊什么的。对，所以呢，我们选这些都行。哇！对。那结果全部我是第一的。那就这样吧，都行。善良的人啊，遇到了一群豺狼虎豹。第一太难了，真的。以后我不需要第一，我以后也可以写都行，除了第一。好，顺序已经产生，请主理人去做最后的准备。好的 ，Go。好。真正的宝藏要用心寻找才能发现，探寻精雕细琢的匠人之心。有些宝藏看得到，有些宝藏吃得到。大有来头的丹东草莓碰撞优选鲜牛乳，用匠人之心成就一支双面双味的宝藏冰淇淋。人生此刻须尽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理人赞多。他们选择的词牌名是由主理人参与的15人大起舞。我们有个额外的限定，它会有8个中国古代的词牌名作为这支大起舞的一个主题。那么，很难。思念和相见欢是什么关系呢？因为思念。这次的主题对我来说说是很难，因为我不知道的词。赞多主理人选择的是念奴娇。因为念奴娇这个词牌名，它本身是起源于唐代一个歌妓，所以它的起源是娇美的女性。但是到了宋朝之后，尤其以苏轼为主的豪放派的词人，他们都是用念奴娇这个词牌名，但是写的全是属于豪放派，所以它本身的属性就是对冲的。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娇美的、非常飒爽豪放的，对，这个属性就是非常符合我们俩的团。对 ，BS 他们还有198他们的魅力完全不一样。那我想表达的是人的不一样的魅力。老师你好，哎 ，hello。那个我们马上要排那个大起舞嘛，就我们然后有一些需求。你把你这个共享到我这个屏幕上面，我帮你看一下。好，我们把前面先修改一下。好，首先它这个前奏2遍太多了，去掉1遍。前面太长的话，进不了这个情绪。对。在进最后一段副歌的时候，想要一些可能类似打击乐的声音，赞多主理人自己录了一个。这个点加这种音效是吧？听一下。差不多 OK 吗 ？OK。那我先去排练啦。好。好，老师拜拜。中国有传统的、以前的东西的美的点，还有未来的电脑的那种的进步发展的那种东西，这个作品里面都有厉害的点。其实 Popping 和 Jazz 2个完全不同风格的舞种融合在一起，本身就挺难的，而且这次又碰上我们完全没跳过的国风主题，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大胆的尝试。BS 和198，我一直都想一想怎么配合他们，而且第一次的合作，舞团不一样，他们的习惯不一样，但是我想挑战自己，挑战他们。我在比赛的话，需要赢。需要拿第1名才有意思。接下来，请主理人用1句话介绍你们的作品。
让我们开启时空旅行吧。好的，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时空穿越，整本书干完了。赞多老师这个面容教这个作品非常的有意境感，包括他开头像拿了一本书打开了之后，进入到那个世界里，儒教的世界里，我觉得这个我这想法真的是很牛 X， 很牛 Plus。赞多他非常为他们的作品加分的，因为他们用2种完全不同的风格，然后做融合。然后只用了1首歌，赞多从头到尾去做穿插，去做串联。我觉得这么短的时间，我真的非常惊讶，他们竟然能做成这样。谢谢谢谢。好的，赞多主理人，你们有30秒时间为自己拉票，计时开始。开始啊！开始了，开始了。我们的表演怎么样？帅！耶！就是我们的作品里面有 jazz。还有 popping， 对吧？对，好，对，好，我们的对，很好的作品，很融合，很难，但是我们很努力了，我很满意，谢谢你们，耶！好的，谢谢赞多主理人，请5位专业技术评审打分。现场的74位观众评审，请起立。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就请投出你们手中的玫红色毛巾。3、2、1。谢谢。
谢谢。工作人员请上场计票。我现在问一下5位主理人对这支作品有什么样的感受？程潇主理人。因为首先 Popping 跟 Jazz 他们要在一起完成一个作品已经很难了，再加上我们这次的主题要扣在国风和词牌名上，然后14个女孩和1个男生，所以在编排上面其实难度很大。但是我觉得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真的非常好。就有一幕很让我感动的是，这边跑到这边来后呢 ，VS Girls 跑到那边去，赞多在中间跑过去。我觉得那一幕的交融真的很让我震撼和感动，然后赞多是一个点睛之笔。谢谢程潇主理人。我觉得念奴娇这个主题诠释的非常好的原因是，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女子跟现代的 popping 结合在一起，这种刚柔并济的感觉。然后我很喜欢的一段是大家聚集在中间的时候，穿着这么轻飘飘的服饰的女子可以一起做 pop 的动作，喜欢。谢谢。但我要问一下我们的队员们，就是赞多主理人在排练的时候和在舞台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因为我们上一次的话就比较紧绷嘛，因为就popping， 然后跟赞多老师合作，然后就挺害怕的。全部的作品的样子是还不够好，干净一点。再来呗，再来，集中，好，再来。有吗？这个我真的是感觉就是赞多老师这一次是真的有安全感了。原野老师加进来之后呢，赞多老师就变成那种就是那种就可爱，对，特别可爱，就没有见过这一面。没有这样的。没有这个样子吗？他会嘤。我是很严格的那种，很严格的，帅的严格的，对。才不是。救救我！别坏，最爱上二手无赖，哥哥爱的小乖乖，你是我的小可爱。而且赞多主理人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主打一个陪伴，就是每天陪你看星星、看月亮，然后还能看到太阳。做这个主题很难的，真的特别难，因为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练习的方法，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一直会理解，一直互相学习，这样的态度，我觉得很感动。对，我在舞台上和你们一起表演，很舒服，很舒服的，所以我觉得很满意。苏鹏老师。我认为这是一场多舞种有机融合的这样一个精彩的表演啊！你像一个造梦者一样制造了这一切，万花丛中一抹绿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我提点小的建议，我觉得有一点遗憾，就是我希望你能在这个幻梦当中，能和你的家人们能够有一些人物上的一些交流、一些关系，然后你再从这种关系跳出来，那可能我觉得我们会感觉这场梦的更美妙。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好的，赞多主理人，你们这一组的分数已经在我手上了。我们的专业评审最终打出的分数是434分。我们的观众毛巾总共投票56条，总分490分。一共多少分啊？总共全票是574，是吧？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不算高。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一支队伍在前面跳的时候 ，Popping 那边在加音乐里面的碎点，而且这些碎点它不会特别的复杂，你的视觉不会被抢戏，是在音乐里面的一个背后的层次。而到这边 Popping 出来主跳的时候，妍妍老师这边队伍是在后面做一些非常柔美的线条。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了音乐里的不同层次，我觉得这是非常高级的一点。
但是，确实会感觉始终是2支队伍。他想要达到一种刚柔并济的感觉，但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牵强，因为2个画面没有办法同时顾及到左右两边跳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该去欣赏它，不知道怎么去看，就是不知道应该先看哪边。其实他们起舞真正意义上他们跳齐的部分其实很少，要不就各跳各的，要不呢就是在当你看起来要齐的时候，其实是2方都是在跳自己的动作。的确，这个在编排上很巧妙的化解了，就是你要跳齐这个部分的一个诉求。但是毕竟这是个起舞，我们还是希望双方能够给我们呈现哪怕1趴的融合成一个风格去呈现舞种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也因为赞多主理人的舞蹈技能太优秀了，那大家在编排作品的时候过分的依赖赞多老师的舞蹈能力，他们这个团队没有起到一个1+1大于等于2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好的，谢谢我们赞多主理人，也谢谢我们的 VS Girl， 还有1758来台下就座，谢谢。然后是400就是我们，那很少呀，很低，它特别低。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作品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知道了这个我们是怎么样的风格，我们的不好的点是什么。那问题是很明显，因为他们的能力是第1名的意思，但是起舞的话，结果是不是那么好的意思？因为毕竟是淘汰赛嘛，就开始有点压力，然后特别担心，然后再反思我们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主理人程潇的限定厂牌，他们选择的词牌名是。虽然它是国风，但是它这一次在名字上面已经非常具象了。要想用什么方式别人没有用过，还要跟街舞融合去表现它。清平乐。一开始抽到清平乐，我们2个队都是在抠老婆的，单听这3个字的话，就会觉得很清淡。年年许里，常常梅花醉，很平静。采芳人咬，顿觉柔情少。田园生活，大而锄豆溪东，重而正之鸡笼。这谁平静啊？抠老。其实清平乐最早的时候，它是一首名曲。所以我们干脆就用它最初起源的感觉吧，就是歌舞升平这样。有怎么样的磨合过程吗？美女之间不需要磨合，上去就贴点。我昨天看到一个更恶心的，他们是这样的。你看潇潇和苏一开始脸很臭，大家都脸臭不爱笑，但是接触之后就感觉苏老师感觉好小女生，很温柔。这一点要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讲话都有点这样了。潇潇很利索，她不会很拖沓，也没有很多犹豫的东西。不要怕，我上去干就完事儿。好。这一次潇潇是我们所有人之中的亮点。就是我们有一个翻的动作，只有她能做到。可能这些舞者都没有接触过国风的类型吧。我觉得其实跟第1季的时候有一点像，就是一定要给他们鼓励，然后他们其实都可以做得到的。感觉不对呀，没有灵感的时候来跟徐静欢找找感觉吧。谢谢。我们这个清平乐词牌真是选对了。忙趁东风放纸鸢，这句棒签上的诗也好有意境啊，我好像又有新灵感了。对啊，这款雪绒莓莓优选丹东草莓和鲜牛乳，双重口感，双面造型。那我们继续排练吧。好。潇潇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因为其实大起舞是我们最容易拿分的，所以说希望观众能感受到真正的徐静欢。各位贵客，准备和我们一起共赴盛会吧。走。好的，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掀得一塌糊涂啊！最后那个蝴蝶飞出来，我都以为是他们化成蝶了，你知道吗？从开头他一个人，然后 spotlight 打在他身上，就是像《飞天壁画》里面走出来的人物，有点像是一个剧叫《长月烬明》，那一瞬间让我觉得我在电视剧里。佳肴现有人，忧舞现凡尘。就是从那一句话开始，慢慢带你真的带进去了，适配感直接拉满，就让我感觉你们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些人。喜欢，好喜欢啊！真蝴蝶，美啊，好美啊！怎么也挡不住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9岁的蝴蝶，亲爱的，你慢慢飞，好像绵绵带刺的跟蝴蝶没关系。这是玫瑰，两位。哦，打扰了。好的，陈晓主理人，30秒得票时间，计时开始。各位贵客还尽兴吗？还不错，尽兴的不得了啊！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作品，请投出宝贵的一票。然后我们还有一句口号：3、2、1，姐妹同心，齐力抗击，姐妹。好的，请5位专业技术评审打分。现场的74位观众评审，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作品，就请投出你们手中的大红色毛巾。3、2、1。比我们多很多。他们的那个作品张力非常的棒，就我一下身上起鸡皮疙瘩了。古典舞它是非常强调形神兼备、身心互融。主跳的层次分完以后呢，又毫无违和感，就非常的融合。它把整个中国舞里面的很多元素运用到了，但是它又不失去爵士街舞里面的那节奏的那些卡点呐，然后包括起舞的那个舞蹈的那个整齐度，整个人看完是很轻松，代入感很强，就是我会感觉到就是有一种沉浸式的这种表演在里面。服装的选择，队形的层次上面呢，也给到我们基本上纵深感啊、横向啊，包括一些直给的画面，也基本上都是拿到一些分数的。但是最多的其实还是陈晓老师对中国古典舞蹈类的专业度的拿捏，把这个作品的一个就是层次有顶上去。那我们来问一下程晓主理人，怎么想到用这样的形式来诠释我们的大主题，还有清平乐？其实清平乐最原始的时候是一首，教坊里面的名曲。那干脆我们就直接来一场歌舞盛宴吧，有乐姬、舞姬这样子，希望大家都须尽欢。
其实我们有跟专业老师学习了很多，里面会有的一些手势，比如说这是什么？虎口掌，这个是高亮翅。你们这几个姑娘真的表现太好了，太喜欢了！我真的是忍不住在这中间，我会一直会发出声音的，就是赞叹，然后惊艳。就是我知道潇潇肯定在第2季的了不起舞社会想要突破，所以我内心就非常的害怕，我没有机会看到他的现场的中国舞的呈现。但今天看到了，真的就是底子非常的好，然后其他2个厂牌，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是，会顿时之间忘记你们是谁。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即便是苏苏，我跟他那么熟悉，我也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找。我也忘记了你们是谁，那种已经作品里面的那种角色。哦，思思老师也在，哦 ，OPPO 也在，就是我，哦耶，没有 hip hop 的感觉，你们已经很完全的表达这个作品的，对，太厉害了，哇！很美 Wow, this is your funga, I think. It's just for you, and this is your style, and you should always be doing this. This stage was extraordinary, and it was beautiful, and the butterfly at the end was so magical. Thank you. 谢谢。我觉得我在看一个会动的敦煌壁画，特别漂亮。而且潇潇，你今天那个动作，我觉得简直太溜了，你知道吗？非常厉害。对，就是那种边转，然后那个手就是你的绝活，就这样。哎，真的了不起，酷。谢谢小宝贝。谢谢李斯。传送兵啊！禀报将军，刚才那个节目实在是太好看了，可不可以传令下去再看一遍？好啊！来，再来跳一遍吧。将军想要看美女啊！我们直接走路。我们这些故事都可以串在一起，是一个节目哎。对的。书接上回，隐藏在教坊的小师妹无意发现同门师兄却是仇家，为了复仇，他与杨将军一劫意外戳破一场惊天阴谋。欲知后事如何，请往这边看吧。那我们来问一下专业评审的意见，叶音老师。又不了好不好？很美。很鲜，而且其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说实话真的看不出像2个队，就是队伍调动到两边的时候，有一些音乐的表达特别的层次特别的丰富，而且一层接一层。在音乐表达上面越来越整体，而且越来越推动，甚至会有种让我越来越看进去，忘记要去找问题挑刺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字，很鲜。对，耶。顾鹏老师，人生得意须尽欢，我觉得诠释的也非常好。就我们人的情感到达胜处的时候，我们只能用我们的肢体语言来传递出来。观演的感受就是人生难得须尽欢，感谢你们给予我的一种美好的体验，谢谢。因为他的语言方式我是比较熟悉的，有中国舞的东西在，而且整个传递出来的东西非常干净，然后非常美。里面又有这个流行舞的一些元素在，然后又把古典形象和古典美传递得非常的透彻，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然后结构清晰的这样的一支舞蹈。那主理人程潇现在限定厂牌，你们现在分数在我的手上。专业评审满分500分，你们获得了461分。专业评审满分500分，530多。观众毛巾，你们获得了63条。这么高，总分524分，暂列第1名。恭喜程潇主理人和你的限定厂牌，我们可以先下场休息一下，谢谢。
当时听到这个分数，我是相当的开心，心里，但是又穿着那个服装又不太好跳起来。我那天太紧张了，上场前做了30个俯卧撑，在台上，观众帮他数还是？满满鲜牛乳，一口须尽欢。本节目由高品质国韵鲜牛乳冰淇淋须尽欢独家冠名播出。全球正品美妆，随时中冕日上。本节目由全球首席美丽官中冕日上赞助播出。茶香果鲜，嘎嘎好喝。凤梨鸭屎香风味清茶新上市。接下来登场的是主理人杨丞琳的限定厂牌，他们选择的词牌名是相见欢。不管什么样的词牌，最后一定要有人生此刻须尽欢。那相见欢不就是最适合的？因为这次这个作品，陈琳主理人像一个将军一样，然后带着将士出征，所以说在排练期间呢，他的整个状态就是真的像将军一样的那种感觉，说话呀、表情啊、言语啊，都已经带入到了他的那个角色里面。我今天一来一直说要上厕所就说茅厕在哪里，然后一开心就好。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好我们可以有的状态。起舞它更多是讲究拍子啊，跟一些队形。他们2个厂牌都是时常参加起舞比赛的厂牌，所以他们对起舞有概念，经验会更足一些。对于我们的团队大起舞的部分，还是蛮有信心的。请主理人用一句话介绍你们的作品。相见不恨晚，英雄惜英雄。谢谢。好的，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加油！太帅了，真是。他们简直是一个队，我一点都看不出来像是2个队的融合。他的那个起舞真的是非常的整齐，然后最后的那个阵舞，音乐结束了还在，气势贼足。
最让我惊艳的是陈琳姐她的舞台表现力，不同的情绪是合在音乐里的，音乐变得凶猛了，她的情绪也变得特别的勇猛；音乐变得柔和了，她的情绪也变得柔和。这个东西在观感上，是非常加分的。而且最后那个杨字出来的时候，就特别的要有杨丞琳的感觉，要有杨 MT 的感觉，所以那一刻出来那个 ending 会让人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收尾，非常震撼。但其实这次大家有一点那种两个团还没那么来看了千玲姐的作品，我觉得差很大，所以有压力，但是也学习了。千玲姐的作品队形很干净，画面感很好看，但其实动作不那么难，但是他们是很急的，我们的动作太难了，然后没有急。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有 BS， 只有YouTuber的话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 Mix 的话，可能需要更简单一点的，更动作也干净一点的。杨丞琳主演，接下来你有30秒时间为这支作品来拉票。我们是 Young MT， 如果你们喜欢，请把毛巾投给我们；如果你们喜欢，请为我们打下很好的分数，因为我们一个都不能少，谢谢。好的，请5位专业技术评审打分。那么在现场的74位观众评审，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作品，就请投出你们手上的莫兰迪灰色毛巾。3、2、1。好的，工作人员请上场计票。这个作品的给我印象很深的地方是手部的一些编排很多，一会儿有拳头，一会儿是手掌，一会儿又是哒哒哒哒这种感觉，视觉效果很好。杨丞琳主理人他们的一个作品，在队形的一个变化层次上，有高位，有托举，有人在地下的队形，也有利用舞台的左侧跟右侧以及整个舞台运用的一个队形，所以这个对我这边的话也是一个拿分的一个点。那当然还有呢，它会融入到一些我们中国的一些武术的一些元素。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杨丞琳主理人跟整一个团队的一个作品的融合呢，是以一个舞者的身份完全的交融在一起，成为这样的一个 team。所以给我感觉来讲的话，OK， 这个作品就是一个很纯正的一个起舞作品。那接下来就听一下5位主理人看到这个作品有什么样的感受。精彩、工整，齐到让人发指。然后陈琳姐上来的将军的那个范儿，我感觉已经是真的是镇压全场。我穿的，我本来以为我自己演的是个将军，然后陈琳姐一出来，我觉得我像个传令兵。传军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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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将军，哎，你们厉害！哇，给我整体感觉是不像是2个团，而是融为一起一个团。对，哎，真的，我之前没有想到你们是出这么女子力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像是出征回来，然后战友相见，对，我觉得非常清晰。就很有花木兰的感觉，然后最近也是因为奥斯卡有一位亚洲女性获得了影后，很有女性的标志。女孩子能把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这个力量感，直接就是从舞台上一下就让我感觉炸开了，真的是 hold 得住， hold 得特别的好。因为叫相见欢，我们当然也曾经想要尝试比较深度的主题，后来觉得怎么想，其实把我们的现状带来这个舞台上是最好的。当初 Made in B 跟 Triple S 他们本来就是不打不相识，然后在这个舞台上，其实一开始他们是起内讧的状态，那最后呢，他们遇到了我，把他们组在一起，然后我们收到了战帖。这个战帖其实也是代表着各个主理人与他们的厂牌，我们最后决定要团结一心，中间也会有相见欢的这个状态，就是好，我们握手言和了，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冲刺，并且就是要拿到我们想要的成绩。对，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现状搬上舞台，
那我们来问一下 Triple S 跟我们的 Made in V 还有杨丞琳主理人合作下来感受怎么样？日常生活里面，就是我们好像小猪仔，然后因为杨老师每天给我们投喂好多好吃的、吃的、喝的。昨天30道菜，一个店家里面所有的菜我们都点了，然后还有小吃的甜点，就你们想象得到的我们都有。皇上有旨，上菜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今天又有甜品吃呢，谢谢老师，不要太羡慕哦，羡慕吧。因为他们都是练到早上，我其实挺心疼的，但我是觉得练这么辛苦，其实要补充一点能量、热量，然后体力才会更好。而且这支舞需要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就是我只能用这个方式去表达我的爱。谢谢。好的，杨丞琳主理人，现在你们鉴定厂牌分数在我手上。专业评审满分500分，你们获得分数是454分。观众毛巾总数74条，你们获得了66条，所以总分是520分。目前暂列第2位。520，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爱你们，爱你。还是很开心，分数都这么完美，这么棒。不过有一点点可惜，因为目前我一直就是在第2。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前3吧。啥？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前3吧，应该。讲真，我的压力很大。这个舞台的变数，我觉得真的太多了，而且我们预料不到的东西也太多了。就是我们也完全没有想过大家的作品会那么强。我就担心第一个大作品，因为确实不是很擅长。大起舞想要在前3，因为就是前3和后面3位的分差确实是有点大，因为第1名12嘛，到2中间差了10分呢。如果你这个大起舞没有排在前3的话，就感觉后面你要追非常多的东西。而且说句实话，我们2个团队都是属于编舞团队 ，Crew Battle 和后面的那个 Battle 那一轮对我们确实不太利，所以我们是肯定是要能拿多分就拿多分的。接下来登场的是主理人郑秀妍的限定厂牌，他们选择的词牌名是破阵子。现在觉得有什么比较适合姐姐的？轻松。哦，No. I just it's not. You guys tell me. OK， 你们说吧。破阵子，你们为什么觉得是破阵子？因为我觉得破阵子现在我们感觉我们需要破阵。很符合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需要逆袭，就是所谓的绝地反击。郑秀妍主任选择的是破阵子。破阵子的话，是因为我们在上一期的时候，我们荣获了第6名。排名第6的是郑秀妍主理人和 R&B， 他们的总分是474分。好低哦。所以呢，我们就想要打破这个僵局。然后，因为我们上一次舞台拿的分数很低，导致我们整个团队士气不是很高，都很丧。但是 Jessica 就鼓励我们不要太在意。来吧，朋友们，看 I am the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 Thank you. 教姐姐讲一个武汉话吧。啊，教我吧。你要起了干棉。你要起了干棉。粤語 ，you know？ Cantonese 太難啦。我中意你，我中意你。東北。靜。整。那。破。
破玩印儿，印儿，竞争那破玩意儿。重庆，胸切，胸切，3、2、1，胸切。他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发光，而且他也带领我们2支队，点燃我们的信心。We'll have to really adjust the strategy of the following competition. I feel like they should be the ones who get all the spotlight, and I could kind of step away. 姐姐 ，You finish 卡卡就 go back 是吗？现在加载，我就东东就升上去了。哦 ，OK， 明白。Maybe he will, if you go little back, maybe he will like push you move on a little bit, okay?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舞台的主角。We welcome you to our virtual game world. Let's play. Oh.